还被混世魔王疯狂套路，输掉就要惩罚一个吻。可当他的嘴贴上去后，男人却猝不及防的转头，多谢款待，气得阿丽亚直接扇过去，哪还管他是不是皇太子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如果是恶作剧也太过分了，你不会是真的喜欢我吧？有理暧昧的凑近他耳边，你才发现吗？阿丽亚作为皇太子护卫队队长，每天的工作却是被大魔王欺负，这破队长他实在是干不下去了。可正因为有你们守护着帝国，我们这些百姓才能安心生活，大家伙都打心底感谢你们呢。听后阿丽亚心花怒放，第二天她整理好情绪，怎料刚开门就被飞机爆头。早上好，皇太子殿下。混世大魔王笑得十分得意，耶，精准命中。阿丽亚强压下怒火，您想飞到什么时候？能去别处玩吗？尤里乌斯继续折着纸飞机，他也不想，这不是身不由己吗？那真巧了，因为某位殿下擅离职守，导致我的工作量暴增，这活我也不想干呢，那不是好事吗？不用被骂成国家的蛀虫啊，反正骑士团里也没人能赢他，护卫队的班随便排就好。阿丽亚忍无可忍，这是为了防止您逃跑的对策，还请陛下干点正事吧。过几天就要公布太子妃候补名单了，您都看过了吗？他瞥向纸飞机，发现上面有字，展开一看，正是太子妃候补档案。玩腻的尤里乌斯走到火炉前，去吧，走你！吓得阿丽亚180迈狂奔。您在干什么？快住手啊，殿下！却终究是晚了一步。此举气的皇帝哭成了孙子。你都已经28岁了，干脆就盯着孩子吧。现在立刻马上去见人家。我不管，我要见到我的孙子。看父王在皇位上撒泼打滚，尤里乌斯嫌弃的皱眉，所以才说老人家麻烦。他一把搂过阿丽亚，我的好队长，请守护我逃离这郁闷的现实吧。女孩回答这是皇太子应尽的职责。他戳了戳对方的脸，激道：真的吗？可是我要跟别人结婚了。那太好了，请您快点成家吧。你认真的？阿丽亚用力推开胳膊，没错，只要太子妃真心为国着想，人选随意。听到人选随意二字，尤里乌斯这才放手。那好吧，他决定结婚了。父王又乐了，眼神里透出大学生般清澈的愚蠢。此话当真？二人小声密谋完，陛下就直勾勾盯着阿丽亚，拿纸来，立刻把文件送达一回。听到议题相关皇太子妃，所有大臣全体起立，只需1秒全票通过。第二天，刚上班的阿丽亚看向公告，经皇室及中央议会决定，尤里乌斯和阿丽亚婚约成立。当事人愣住，纳尼？回去的路上，他见人就秒，涌出的杀气弥漫全身。刚开门就收到了全团祝贺，恭喜队长！礼花扑面而来，骑士团成员欢呼雀跃庆祝着。你们这是？苏梅老泪喷射，他实在是太感动了，没想到当年收留了他的殿下，居然和队长订婚了。阿丽亚让他冷静点，这只是殿下的恶作剧，可这件事已经传遍了，现在城里都在讨论二位的婚事呢。阿丽亚面目狰狞，那个阴险狡诈的魔王。粗梅接着补刀，两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天造地设个头！啪的一下，粗梅口吐灵魂，再下到了那个世界，也会为殿下和队长祈祷幸福。众人急忙把魂往嘴里塞，也太夸张了。队长，请您快点察觉吧，这世上能驾驭殿下的只有您，而能与您有来有往的也只有殿下了。阿丽亚不信，说什么傻话呢？随后留下翻白眼的粗梅离开。他和那个没心没肺的混世大魔王到底哪里配了？与他擦肩而过时，皇太子突然扑到他耳边哇了一声，取走阿丽亚头上的树叶。走路发什么呆呀？在想什么喜事吗？此话刚好撞在枪口上，他一个侧身躲开了手刀，脸上的笑容却愈加兴奋。亚亚又进步了呢，心情不错吗？阿丽亚拿出那张公告，您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平时也就算了，这次的恶作剧有点太过火了，要是被国民们误会了。尤里乌斯指向印章，看这都是真的。阿丽亚再三追问，不是说要和贵族家的千金结婚？可你说了，太子妃人选随意。他用着暧昧的语气和笑容，终于撼动了亚亚那颗钢铁直女的心。别胡闹了，您是认真的吗？他秒答当然了。谁知亚亚像个机器人似的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请您收回成命。受不了了，干脆在这。他拔出剑，却被皇太子轻轻按了回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既然你这么不乐意，不如我们来玩个游戏吧。父皇他老人家正在兴头上呢，说要举国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时间定在半年后，你逃不过去了。比赛内容不限，在婚礼之前，只要你能在任何事上赢我一次，就取消我们的婚约。阿丽亚两眼一瞪，在任何事上赢一次。虽然殿下是个混世魔王，但也是个绝世天才啊！身为皇族，5岁就拔出了圣剑，被誉为天才圣剑士，学问也好，艺术上的造诣也罢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比什么赛才能赢啊？怎么没自信啊？还说自己是个剑士呢？被狠狠拿捏的阿丽亚迎战，不如我们换个地方说话。训练场上，二人打得你来我往，台下的观众看爽了。阿丽亚命他们去工作，但他们今天休息夜。皇太子打着哈气，还打吗？当然。他向前快速冲刺，要是在这里退缩了，就不配成为剑士。兵刃碰撞的瞬间，男人丝毫不占下风，一记重击将其反弹回去，怎料误伤到房檐，所有树干从他头上落下，刹那间局势扭转。皇太子将他拉进怀里，仅用一剑挥出8道剑气，将所有木头切成了碎屑。真是的，被打断了，这算是我输了吗？阿丽亚有自知之明，是他输了。男人呵呵一笑，是吗？听到动静的皇帝飞奔而来，你到底还想破坏皇宫几次？尤里乌斯带着他拔腿就跑，终于甩掉皇帝后，阿丽亚生无可恋，要写检讨了。
了，这回真成共犯了呢。皇太子则相反，很开心吧？开心个鬼！他缩成一小团抱怨，世界怎么还不毁灭？男人弯腰点了点自己的脸，亚亚茫然的抬头，请你往这来个热情的吻。输了的惩罚呀！亚亚不承认，刚刚没说有啊，你也没问啊，不肯吗？堂堂监视说话不算话，真没担当吗？单纯的阿丽亚很快就上头，行了，别说了，我接受惩罚还不行吗？不就是在脸颊上亲一下？看着女孩主动的凑过来，尤里乌斯期待又隐忍，二人贴近彼此，亚亚踮起脚尖，啾的一下便发生了开头那幕。于是阿丽亚第一次失眠了，这下在哪都能秒睡的优点都没了。她提醒自己绝对不能当真，那个混世魔王只想着好玩，才不管对方是谁，太当真了只会吃亏，赶紧忘了吧。但一闭眼就会想起昨日的画面，亚亚老脸一红。这时队员跑来找她，为了不被看到，她紧急救险，将自己灌成了落汤鸡。殿下又闯什么祸了吗？这次倒不是殿下，这边的尤里乌斯正走在去找亚亚的路上，身后就突然跑过一阵风，快救我混蛋儿子！头次撞见父王跑成了松鼠，阿丽亚腾空一跳，完全没注意到前方的皇太子。糟了，殿下快闪开！这大好的机会他怎么能躲？衔接360度大旋转，亚亚稳稳地落在自己怀里。从天而降的未婚妻，话说一半就被愤怒的亚亚怼了回去。请别碍事，快点放我下来！皇太子生平第一次怀疑自己的魅力。我昨天说的话，你一点也没受影响。亚亚像只暴躁小猫疯狂挣扎，老虎跑了，正叼着陛下的屁股呢，得快点营救陛下。听后皇太子依旧泰然自若，决定了下一场比赛。下一秒，大地传来剧烈震动，虎虎转头一望，有个阴鬼疯狂朝他跑来，原来他们赌谁先抓住老虎。虎虎一个牙歪，皇帝就顺着惯性头朝的飞了出去。皇冠弹，弹奏鱼尾纹，3次翻滚后才被阿丽亚接住。殊不知大孝子满眼都是老虎，目光坚毅，脑里想的满是什么惩罚好呢？驯虎第一步，与他对视。尤里乌斯面无表情，待他张开虎口，被断的虎牙也露了出来。他抵住脚跟一站，虎吓了一跳，眼神中饱含冰冷的杀意，如远古巨兽般朝他步步走来。对方伸出手时，猫一动不敢动，怎料等来的不是巴掌，而是轻柔的抚摸。对不起啊，受苦了吧？他跟亚亚一样，从炸毛虎变成乖乖猫了。像你这种将自己的骄傲贯彻到底的家伙，我不讨厌。即使利齿被折断，被囫囵送进牢笼，你也想用自己的力量闯出一番天地，很厉害。这难免让亚亚想起了往事。他走过去稍息立正，会错意的男人将手放在他头上，左右摸个不停。他痛扁咸猪手，你干什么？皇太子可怜的揉揉手背，你明明一脸羡慕的表情。谁羡慕了？他只是在想，为什么会不上班还得来处理这种荒唐事。就这样，我今天休息先告辞了。尤里乌斯呵呵一笑，真的是不好惹呀。不过你是不是忘了，我们刚刚可是在比赛呢？他挽过他的脖颈，手上拿着一条红色丝带。这次的惩罚定什么好呢？二人的眼神极限拉扯，他哼的一声打断暧昧，抓住皇太子的头发解开束缚。尤里乌斯揉了揉额头，真是个野丫头。这次就到这，惩罚内容就敬请期待今晚吧。亚亚一脸警惕，期待什么期待？简直无妄之灾。怎料打开卧室门后，惊呆了老铁。女仆们在他屋干啥呢？他迅速撤回，确认房间是自己的后，更是疑惑了。请问大家不给他任何机会？眨眼间，房内只剩了张床板。想起那个魔王的话，他恨得牙痒痒。什么鬼？自己被赶出家门了？怒吼声传遍整座府邸。混蛋皇子阿呀！另一边，皇帝美滋滋过着一人一虎的幸福世界。他半夜赶到皇宫，询问皇太子的下落。油腻男主掐准时机闪亮登场，找你的王子有什么事啊？甜心宝贝。亚亚顿时心里不适，这是什么角色扮演吗？硬要说的话，我扮演的是今夜来偷腥的怪盗吧。亚亚看他病得不轻，您这又是唱的哪一出？尤里乌斯叹气，真不解风情。为了这出，他可是特地换了身衣服。你的房间就在前方。二人走进一间180平豪华卧室，这次的惩罚就是从卧室搬到这个房间。亚亚满脸问号，晚餐会送到房间，日常杂事都可以交给女仆们，住得愉快就不打扰了。亚亚待在原地，突然窜出2个女仆，亚亚被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怎么回事？这可是那个混世魔王，肯定没安好心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静等5秒，居然什么都没发生，既没过来捣乱，女仆们甚至把衣服都洗了，这叫什么惩罚？分明是奖赏吧。他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。片刻后，一道黑影打开卧室门，来人轻轻的落脚，手里端着火烛，他俯身爬到亚亚的上面，细致的端详着她的睡脸，就这样盯了许久。女孩睡得喷喷香，这么没有防备心可不好啊。即便男人压上去，亚亚也没有醒来的迹象。随后他伸向一旁的火烛，掐灭了光亮。女孩睡得太死，连被大魔王钻了被窝，都还以为是在做梦。早上好，昨晚睡得还好吗？她眯着眼睛说好，下一秒又钻入被窝，原来是在做噩梦啊。即便男人凑近耳边吹气，还想进行昨晚的后续吗？也被他一掌轰了出去。看着裂开的墙，尤里乌斯挠挠头，睡着了都这么大力气呢，也好，至少没有害虫能近身了。在此期间，他为女孩泡了杯早茶。亚亚刚睁眼，一杯热乎乎的奶茶就到嘴前，随后迷糊糊的坐起身，起来了，给。亚亚自然的接过茶杯，此时表情还懵懵的，感受着茶杯的温度，好暖和。尤里乌斯顺势坐上床，是啊，很暖和。摸了摸亚亚的头，女孩这才反应过来，终于睡醒了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听他说昨晚，傻白甜亚亚第一时间想的却是自己身为护卫队队长，居然没能察觉有人入侵卧室。当然除了殿下，换了其他人，我都是第一时间注意到的。此话让他甚是满意，说得很好。亚亚没懂何意，他却跟狗皮膏药似的继续粘着自己。这时窗外传来，最后那个绑架案由哪个队接手了？据说绑架团伙背后有别国势力，骑士团也不好出手。目前受害的平民甚多，不到1分钟，阿丽亚就整装待发，杯子放着就行，我回来洗。
真是的，昨天不是说了可以交给女仆们吗？走前，亚亚回身道谢，多谢款待，您泡的奶茶很好喝。尤里乌斯愣住片刻，表面故作矜持，实际早已心花怒放。真没办法，自己也久违的努力一下吧。国王直属骑士团全员出发，一路上风光无限。下头男见此嘲讽，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根本是废物聚集地嘛。而且队长还是个女人。说完，他也有取死之道。阿丽亚叫他们住手，清理垃圾不是我们的工作。另一边，人贩子们半场开香槟，绑架了不少女性贩卖他们仰仗的大人，让骑士团们束手无策，以权力为必应。蔑视国法的奴隶商人团伙，专以平民为目标，各国都不愿惹祸上身。这群人奸诈狡猾，典型的大恶人呢。亚亚不解，非得这姿势吗？此次没有作战计划，你们最近也憋屈够了，去大闹一场吧。团员们顿时兴奋雀跃，听好，一个也不准漏了。阿丽亚长叹口气，要出什么事了，他可不管。尤里乌斯趁此机会打赌，要比一比谁打的人更多吗？亚亚瞪了回去，这是在工作，开玩笑的崩。成员们用猜拳来决定出手顺序。在团伙不亦乐乎时，大侠正义凛然的持剑走来，一跃而起，打了个招呼，请各位多多关照。一剑劈开3名大汉，骑士团的诸位突然出现，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，独眼百发百中，露头就秒。尤里乌斯在战场中央鼓掌加油，你就是老大，去死吧！刹那间，男人就被阿丽亚削去了上半身，紧接着紧握剑柄，将长剑缓缓举高，赤色剑芒包围了周身。见他们将奴隶团伙捉拿归案，男人再次出言：税金小偷们回来了，敬礼！傻逼，那可是皇太子专属，帝国最强骑士团。皇太子夸赞道，动作还是那么利落呢，毕竟武力是他唯一的优点。殿下，我决定了，要用剑与您一决胜负。尤里乌斯略有惊讶，啊哈，那你可要加油啊！为此，得先去会会那个男人。看似迟钝的小娇妻，却把大魔王撩成了恋爱脑，每晚夜袭都压抑着冲动。今早却发现他人不见了。听骑士说，亚亚去郊外找了别的男人。西控瞬间不淡定了，他在哪？离解除婚约最后期限还有半年。皇太子被称为史上最强，唯有一人让他尝过败绩，就是这里。卢卡大人，您在家吗？亚亚小心翼翼地走进门，屋内男人警告，别这么叫我。他迅速敬礼，抱歉前辈，多有打扰，我有一个必须要打败的人，请您收我为徒。不听说完，男人便让他滚，自己只是一介隐士，去找别家吧。小姑娘见他如此形象，亚亚果断告辞。卢卡却扒住门框，你这什么反应？叔叔我可要伤心了，不再多挽留一下吗？当亚亚改变主意，怎料他梅开二度。我不收弟子，确实，我曾是一名优秀的骑士团统帅，却未曾受过弟子，而这一切有着悲哀而美好的缘由。亚亚觉得麻烦便关门，卢卡却死撑着不松开。为什么不听完？那打扰了。女孩松开的瞬间，卢卡整个人瞬间飞了出去，小身板劲还挺大。小姑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的对手又是谁？值得你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找我这个老东西？是尤里乌斯皇太子殿下。听后，卢卡劝他趁早放弃，女孩丝毫不退缩，我必须打败他。作为一名合格的剑士，我不能因为希望渺茫就知难而退。拜托您了，请收我为徒。见他如此天真，卢卡提出等价交换，想让我收你为徒，就得付出代价，不如就用你的身体来付吧。与此同时，尤里乌斯狂奔而来，阿丽亚开门却见两人笑喷了眼泪，当事人一脸懵逼，他们居然其乐融融地坐在一起，看自己的黑历史，儿时的傲娇形象一览无余。尤里乌斯瞬间拔剑，将画册粉身碎骨。见状，亚亚猛地起身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这话该他问吧。眼神瞥向卢卡时，男人怕怕的后缩，先说好，我什么都没干。亚亚这个剑痴，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他的代价，只要提高剑术，任何体力活在所不辞。皇太子拽起他就往家撤，临走前，亚亚最后挣扎，他还会来拜访的。卢卡本想糊弄他自己老了，都好几年没握过剑了，骗人。亚亚曾有意观察过，这间屋子又脏又乱，唯独剑都是崭新的，而且您的手连指尖都精心保养。见亚亚如此倔强，皇太子拿他没辙，只好松手。卢卡哀嘿一声，我要是说这都是为了女人呢？什么意思？下一秒，卢卡改变想法，你不是说只要能在其中一件事赢过他就行吗？那就由我来出个谜题。其实这位皇太子有个致命的弱点，一个说不出口的令人发笑的弱点，你们抢答，谁先猜对谁就赢。不过我们的太子绝对不敢亲口承认，所以小姑娘你赢定了，只需要尽情猜，直到猜对为止。为了不解除婚约，尤里乌斯立刻说出了弱点。亚亚一愣，就连卢卡都惊了，怎么满意了？随即拉过亚亚离开。卢卡没想到这个混蛋小鬼居然这么看重他，如此轻易的说出来了呢。20年前，小尤里抱紧他的大腿，大叔帮帮我。可怜的小眼神眨了又眨。皇帝火急火燎的寻找太子，听到动静，卢卡蹲下身劝说，家长有时候确实招人烦，忍忍，等长大就好了，现在还是乖乖回到爸爸身边去吧。小尤里瞬间变了副嘴脸，派不上用场的家伙，我想要的就没有我得不到的。他真想扔了这玩意儿。下午，他再次找到皇太子，松弛的躺到身边调侃，这么光明正大的偷懒，真是前途光明啊，跟着比我弱的人能学到什么东西？卢卡调侃，你这小鬼肯定交不到朋友，我不需要。听后他不再嘻嘻哈哈，真是个讨人厌的小鬼。抢走书后，将皇太子一整个提起，毫不犹豫地摔在地上，得逞地宣告，我赢了。小尤里愣住片刻，这本书没收，看着远走的背影，他觉得不可理喻，离了个大谱。
站住！接下来这1个月，卢卡每天都缠着皇太子，将丑态一一拍成了照片。同事劝他适可而止，那可是皇太子殿下，那怎么了？他这性格就得有人治。那孩子只是因为太异于常人，导致与周围格格不入，所以不知道该怎么正常和他人接触罢了。有刺客在皇太子殿下的房间。听后，卢卡拼了命的跑。开门的瞬间，男人心脏漏跳了半分。只见皇太子满身血迹，脸上却面无表情，眼神里溢出冰冷的杀意。果然靠不住，比我弱小的家伙都不需要。此后，卢卡离开了骑士团。回去的路上，他一言不发。亚亚忍不住询问：“你说睡不着是？”尤里乌斯调情似的贴过去：“怎么对我产生兴趣了？是真的哦。去远征的时候，你也没见过我睡觉吧？”亚亚还以为他是嫌床硬呢。你要这么想也行吧。言归正传，卢卡他是不会收弟子的。护卫队刚成立时就威胁过他，让他来当顾问，但被无视了。这时尤里乌斯有意撞一下，轻轻搭在他的手上：“你的老师不能是我吗？”亚亚回答：“不行，我比他更强。”女孩歪头笑道：“因为你不是我的老师，而是我的好对手。”被尤里这么一盯，亚亚难为情的开口：“干嘛呀？想笑就笑呗。”这还是他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出声音。几天后，卢卡答应成为顾问，工作是不会认真干的，但钱还是要照拿。就这样，今后多多关照。杀手夜袭太子妃的房间，却见床上铺满了刀剑。谁能想到那个混世魔王居然整日守在他的身边，再敢往前一步，可就有来无回了。几日前，男人收到暗杀当国皇太子的委托，可他没想到，居然这么轻易的就潜入了皇宫。突然一声怒吼传来，真是见了鬼了！皇太子居然被护卫疯狂追杀，那是戴塔特地为他做的派。尤里乌斯一边嚼一边逗趣，派也说想让帅哥品尝，而无辜的杀手被门硬生生压成了馅饼。还没等反应过来，小老皇帝又追着他们跑。小阿丽亚，婚纱的样品好了，快来试穿吧。杀手本想放他一马，可老头却没放他一马。裙尾被门勾出个大洞，看着破破烂烂的婚纱，小老头瞬间晴天霹雳，眼泪止不住的喷发。很快哭声引来了侍卫们，杀手迅速逃离现场，终于找了个地方歇会。这个国家怎么回事啊？怎料这时头上突然冒出个厉鬼，这话应该我问你吧？知不知道这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？逃亡之路迅速启程。到了晚上，他爬进一间偏房，刚好看见白天那名护卫。杀手老脸一红，哟，忙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有何感想啊？大魔王居然用身体给他当枕头，眼前这一幕让杀手又惊又怕，只好无功而返。这次长了教训，应该不会回来了。他小心翼翼地挪动亚亚的睡姿，不出意料，下一秒脸上就挨了记重拳。小公主路过皇兄的寝宫时，听闻兄长大人有了未婚妻，她顿时面色阴沉，马上传他过来。皇城之内可由不得胡来。第二天，阿丽亚就奉命来到小公主的庭院，即便对方娇小可爱，但皇族的姿态却比皇太子好上许多。亚亚僵硬的缓和气氛，今天真是天清气朗啊！小公主抬手打断：“来人，优诺不喜欢这个果酱，马上换一份其他味道的上来。”她轻轻托起茶杯：“阿丽亚小姐，听说你是兄长大人身边护卫队的队长。”亚亚迅速回答：“是的。”优诺直勾勾地盯着她，思考许久后才开口：“你身为部下，却成为了兄长大人的未婚妻，是何原因？”果然如此，那个混世魔王再怎么说也是优诺殿下唯一的兄长，身为部下却与主公订婚，优诺殿下恐怕心有意见，必须解除优诺殿下的误会才行。回殿下，请您放心，我在尤里乌斯殿下身边也有5年，从今往后我也会全力侍奉殿下。心里想的是作为部下，小公主眼前一亮，完全理解成了是作为妻子的说辞。她本来脑补的是女人被皇兄胁迫，但那副表情是认真的。不会吧，世上真的有人愿意跟那家伙结婚吗？小公主再次确认：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只见亚亚果断掏剑起誓。小公主震惊的炸毛，为了那种人献出生命，怎会如此？因为打击太大，优诺晕了过去。亚亚及时借助殿下：“您怎么了？”小公主抽泣着道歉：“看来优诺也就不了你。”亚亚一惊：“难道食物有毒？”皇太子突然出现，别管他，这孩子从小就有些奇奇怪怪的。优诺猛地起立，兄长大人有什么资格说别人？阿丽亚小姐，现在就放弃后半生还太早了，那可是除了脸和财力一无是处的男人，请一定要慎重考虑啊！而且脸看多了，其实也就……话说一半，餐桌上的美食都被尤里乌斯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优诺哽咽着哭诉：“蛋糕没了。”皇嫂瞬间化作索命的厉鬼，一把拽住了尤里乌斯，将其甩得远远。英雄救美的剧情彻底让小公主上头了。优诺殿下，我考虑过了，这一刻我愿意成为您的专属骑士。看着眼前递来的蛋糕，优诺两眼冒桃心，心脏压抑不住的小鹿乱撞。他决定了，说完抬头亲了一口亚亚。都说少女的脸红是最纯情的告白，从现在起，阿丽亚就是属于优诺的骑士了。为了从皇兄身边夺走女主，他威胁小老头皇帝，让亚亚成为我的专属骑士。不照做的话，父亲大人会被优诺讨厌的哦。小皇帝战战兢兢地看了眼儿子，就见尤里乌斯的拳头已经按耐不住了。见状不妙，小老头吓得一动不敢动，选哪个都是死路一条啊！不要啊！奶呼呼的哭声传遍整座皇宫，被争抢的当事人却若无其事。小老头哭唧唧地找侍从要抱抱，爸爸不要做决定，你们自己去解决了。优诺见此法行不通，便提议和哥哥打个赌，谁在舞会上取得最佳拍档奖，谁就是阿丽亚的正牌夫君。话音刚落，尤里乌斯早没了人影。亚亚十分无奈，请他们别把自己卷入兄妹纷争。听后，优诺迈着小碎步，温柔地唤着阿丽亚，不要担心。他走到亚亚面前，轻轻踮起脚尖，
优诺一定会让你清醒过来的。被如此蒙雾贴贴，阿丽亚实在无法拒绝。公主殿下离开后，她还沉浸在刚刚的 Q 弹触感，自己刚刚是在做梦吧？皇太子让她做好准备。优诺说出口的话，8匹马都拉不回来。舞步的练习，你准备？从来没跳过舞的亚亚惊呼一声。你要想现在帮我募集舞伴也可以，反正到时候忙的是你。那就定了，不给他一丝拒绝的机会。这兄妹俩真是如出一辙。男人回头反驳。胡说，他办事都是深思熟虑的，例如怎么生米煮成熟饭。可到了夜晚，千算万算的尤里乌斯怎么都没想到，亚亚对跳舞真是一窍不通，抖得跟刚出生的小鹿似的，他都想哭了。亚亚别扭的移开视线，那是因为我从来没学过跳舞，和你不一样。尤里乌斯歪头对视着女孩，反问道：“你觉得我是认真上舞蹈课的人吗？”亚亚愣了一下，那倒也是，那为什么你会跳得这么……话未说完，尤里乌斯就将她拉进怀里，干净利落地做出了完美动作。他靠近亚亚耳边说着：“因为刚刚去观察了一下老师的动作。”亚亚更火大了，看着他的一举一动，尤里乌斯宠溺地笑出声：“稍微休息一会吧，母亲曾经说过，高跟鞋的跟越高，就越感到自信强大。”他一边说一边俯下身，为女孩轻轻脱下高跟鞋。不过看来你并不需要呢。侄女震惊：“殿下有过母亲大人吗？”暧昧的氛围就这样被破坏。尤里乌斯莫名无语：“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难道殿下还有过小时候？你之前不是还看过照片吗？还笑得那么大声。”他长叹口气，睁眼后却不再是那般温柔。这么得意忘形，真的好吗？他猛地抬起亚亚的脚，将女孩压在身下，贴着额头低声质问：“卢卡家的圣父，惩罚可还没实施呢，这么得意忘形，真的好吗？”钝感力超强的阿丽亚丝毫没意识到他要对自己做什么。回神后，立刻起身，强压着冲动。他清楚，不是现在，即便喜欢到快要疯掉，也只能把这份感情深埋心底。1个月后，舞会当天，骑士团的属下们泪流满面，嘴里一直感叹着美神降临。阿丽亚脸上的红晕更深了，黢黑的肌肤配上珠宝礼服，美到爆炸了。红猫激动的直接跪地喷泪，蓝兔递出假面，队长今晚真的很美。阿丽亚难为情的接过，是吗？谢谢。皇太子突然出现在他耳旁柔声说道：“该出发了。”阿丽亚迅速躲开。殿下，尤里乌斯满意的调侃：“没想到啊，野丫头还穿上礼服了，而且是为我而穿。”阿丽亚的拳头刚要砸过去，蓝兔紧急公关：“殿下，就不要惹队长生气了吧。”尤里乌斯拿过他的假面，为阿丽亚戴上。可是就算我夸你漂亮，你也不会信吧？他立即回应：“没错。”男人无奈的笑了：“那么我就用行动来表达赞美之情吧。”屋内上蹿下跳360度旋转跳跃，然后搂紧媳妇的腰护送入场。二人一同走下楼梯。阿丽亚很快发现有老鼠了，皇太子却毫不在乎。今年可是1年内护卫最薄弱的时候，看到皇妹也入场痛，他放下果汁，指了指舞池中央：“走吧，去展示一下特训的成果。不过光跳舞也没什么意思，不如我们也来一决胜负吧。现在开始，先放开手的人就算输。”阿丽亚在意的却是这样要怎么排除刺客。皇太子坏笑了几声。与此同时，优诺皇女十分自信，论跳舞，她绝对不会输给皇兄。只要意识到兄长大人并不是完美超人，阿丽亚就会清醒过来。她偷瞄了一眼敌方战况，却见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。只见他们二人如同龙卷风般转成了陀螺。皇太子向众人解释，这孩子有点控制不住，跳得太起劲，见笑了。阿丽亚晕得快要吐了。察觉到刺客的瞬间，二人默契地停下动作。亚亚果断出脚，瞬间让他们撞了个满怀。二人完美的配合，在舞池中划出令人痴迷的弧度，动作清洁无比。舞裙随着乐曲收放自如，男人夸她踢得漂亮，看来舞步练习有效果。亚亚让他认真点，别笑了，敌人还剩2组。说完，大魔王又加了把劲，在舞池中神挡杀神，所向披靡。这番操作都给小优诺看懵了，难道那就是所谓的热情奔放？优诺孤陋寡闻了。舞伴关心他还好吗？待他们闯飞其余刺客后，优诺调整好姿态，要集中，当是平常的练习，保持平常心。突然脚跟不稳，整个人歪斜就要摔倒，身后突然出现一只手，稳稳地拖住了自己。优诺好奇地回过头，只见亚亚甜甜地朝他笑着。优诺愣在原地许久，小鹿在心脏上跳个不停。很快舞会公布，今晚的最佳拍档奖得主是用可爱优美的舞姿打动全场的2位小嘉宾。这个成绩完全在皇兄的意料之中，只有皇室的小孩才有资格参加这场舞会，而这里不存在不把票投给皇室的客人。从今往后，优诺会慢慢见识到这样的差别待遇。亚亚气鼓鼓地反驳，就算事实如此，才华与优点也不该因偏见而得不到承认。尤里乌斯轻轻一笑，也是。突然一道喊声打断，恭喜2楼的2位贵宾用令人印象深刻的舞姿夺得今晚的最佳轮舞奖，请2位移步1楼。亚亚想着快逃吧，男人却转过头，逃可不符合他的性格，而后一把抓住女孩的手，踏上栏杆。不等她反应，旧公主抱着亚亚从2楼一跃而下，落地的瞬间，舞姿更加轻盈飘逸，优雅美妙。亚亚小声吐槽，爱出风头的家伙。主持请2位发表一下获奖。皇太子却用行动表达了爱意，闭上双眼，享受着深情缱绻的吻，渴望另一股独特的味道涌入，延续着令人窒息的欲望和深爱。吞噬魔王当众大胆求吻，女孩第2天恨不得撕了他，男人却当作求爱行为越爱越深。不过眼下有个大麻烦，先前皇室兄妹的赌局以优诺公主的胜利告终，于是阿丽亚被迫换上一身礼服，整条街都被优诺一买而空。看着他们2人玩得不亦乐乎，尤里乌斯直呼干得漂亮。
那身礼服换了跟自己出门，亚亚肯定打死都不会穿。随后叫来属下，命其替阿丽亚值班。他今天要陪小孩，脱不开身。男人刚想询问殿下的护卫由谁担任，就见皇太子甩给自己一件衣服，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便服，说道：“那边看起来很有趣，我先走一步。”不等男人反应过来，尤里乌斯就一跃而下。男人急得乱窜，来人呐，快去追殿下！转眼就到了下午茶时间，桌上的甜品刚一露头，阿丽亚就被彻底俘获了。优诺小声告诉店员，今天是和姐姐一起悄悄溜出来玩的。殊不知皇太子早已坐在亚亚身后。店员夸姐姐是位温柔的大美人，优诺顿时笑得合不拢嘴。是吧是吧，可爱的反应瞬间俘获姐姐们。优诺很开心，今后亚亚就是他的专属骑士了，可以经常出来玩了呢。阿丽亚却起身行起跪礼，优诺殿下，您如此信任我，作为骑士我倍感荣幸。只是我与尤里乌斯殿下有约在先，已发誓今生只效忠殿下。身为骑士，绝不可违背自己的誓言。优诺不解，以哥哥的身手，没有护卫也不会遇到危险，留在他身边又有什么意义呢？阿丽亚附和道：“没错，但我们应当对殿下的任性获得救赎。”于是擅自起誓效忠，这便是护卫队存在的理由。尤里乌斯突然出现，好似早已猜到了结果。听到了吗？优诺，阿丽亚，坐下吧。优诺，部下追随君主，须其心甘情愿，强迫可不好哦。小公主只好放手。好吧，但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三人回宫后，皇太子扭捏地跟在老婆身后，吓死我了，还以为你要跟优诺走了。亚亚无语，明明知道我会选择谁，装什么？男人自信地拍拍胸脯，那是性格恶劣。话说回来，还记得跟我的胜负吗？他轻轻勾住亚亚的食指，亚亚这才想起了那天的赌约。舞蹈中，谁先放手谁就输。当时为了扶住小公主抽出手，是自己输了，而这一赌约的惩罚是一辈子都不许摘下来的戒指。亚亚有些意外，本以为那个混世魔王会选个更张扬的呢。阿丽亚盯着手中的戒指，一拳暴打在墙上，结果戒指依旧闪闪发亮，竟毫发无伤。师傅打着哈气走来，一大早的可真有精神啊！亚亚立刻上报，自己刚刚带着他打碎了石头，居然一点伤痕都没有。师傅仔细端详着戒指，下一秒震惊万分，大脑的数字疯狂滚动着，这是哪来的？亚亚如实说，殿下让我一辈子都不准摘下来。师傅被塞了慢慢一大口狗粮，那小子什么年代了还搞这套，简直跟个老头子似的。战争年代，各国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斗，上战场的男人便会在戒指上刻上字，送给心爱的女人，然后对爱人说，如果我死了，就拿下戒指看看他。亚亚顿时嫌弃万分，师傅纳闷了，剑术学校毕业的时候，不是也会有类似的戒指赠予吗？亚亚尴尬的挠挠脸，其实我没有上过剑术学校。师傅冷汗直流，完了，这是踩雷了。亚亚却大大方方的笑了，所以卢卡老师是我的第一位师傅。师傅沉默片刻，下一秒用力的摇晃女孩。好了，别再站着了，赶紧开始练习吧，小丫头。毕业典礼当天，皇太子一听到公务就翻了脸，亚亚也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来到剑术学校。男人懒散的躺下抱怨，他对剑术学校本来就没什么感情嘛。亚亚好奇，就没有一两个朋友吗？实力相差太大，和不同等级的人怎么交朋友啊？他无奈的扶额，祈祷着千万别惹事就行。结果一到目的地，亚亚就率先惹了祸，剑气缭绕在全心，他实在无法忍受，这算正当防卫吧？